谁是凶手火了？12月5日，同时也是周末时光，直到1年播出的电视剧《谁是凶手》迎来首播，萤火虫大声欢呼，终于等到你，没有辜负大家的等待。作为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后，新一部迷雾悬疑网剧《谁是凶手》宣传海报还未出，就备受网络各界期待，好评如潮，赵丽颖的人气又刷新佳绩。然而首播当日竟出意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赶紧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12月5日，由董子健、赵丽颖、肖央主演的《谁是凶手》开播，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我是凶手由孙浩执导，讲述了一起发生在南方4线小城海州市的连环凶案。在真相尘封了16年之后，与这宗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们，在各自不可告人的秘密中，一起等待真相浮出水面。按理说，作为推理悬疑剧，在谜底揭晓之前，口碑应该都是过得去的。不过没成想开播即翻车，剧组放出了一组宣传海报后，有网友发现它和日本热门剧集Legal High 胜者即正义的一组海报高度相似。谁是凶手的这组海报和 Legal High 的一样，都是2人一组拍摄而成，其中又以手指嘟嘴和捂耳这2张照片最为雷同，从人物站位、神情到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引发抄袭质疑。对此，当晚海报设计方大度先生发布道歉信，解释称海报创意是基于主角3人之间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选用了《论语》颜渊的经典之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对出现创意雷同和排版相似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度先生还表示，其作为文化行业从业者，一直很尊重创作者，有强烈的版权意识，对同行造成困扰是其工作失职，对给谁是凶手剧组和一直支持该剧的观众们带来的困扰致歉。随后，剧集官微网剧谁是凶手也转发道歉，并表示将在各传播渠道删除该系列海报。不过，由于2张海报实在过于相似，不少网友对于设计方的这一说明并不买账，认为其搬出《论语》说事是在狡辩，明明连排序顺序、演员手势都如出一辙。但是从整体上看，网上舆论对于这次官方及时主动的道歉还是比较认可的。同时，小编似乎也弄明白了这次风波背后的套路。官方回应的时间是在5日晚上的9点10分，距离谁是凶手开播还有50分钟的时间。凭借抄袭风波，谁是凶手着实涨了一波热度，让很多路人开始关注这部电视剧。而在该回应的评论区，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没有人指责谁是凶手，清一色都是态度良好，值得原谅，加强监管，吸取教训，期待电视剧的播出等等。鲜有人对此事做出批评。如此看来，在谁是凶手抄袭风波中，电视剧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舆论的影响，反而因为这件事的发酵，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间接增加了一波热度，可谓是炒作成功的经典案例。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某些电视剧抄袭到底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而为之。毕竟自己抄袭了海报，被发现后只需要站出来道个歉就行了，对剧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这样一波热度，何乐而不为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现在鲜少爆出影视剧内容抄袭的新闻，抄袭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道具、海报、片头、片尾等等，都是一些不会被观众们深究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剧组的高明之处，抄袭一些不值得被关注的地方，借此引发舆论，然后再出面道歉，收割热度。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基本上可以断言，在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搞这种小动作的剧组。想要止住影视圈这种不正之风，就应该狠抓。这里并不是针对《谁是凶手》这部剧，而是影视圈内的一种现象。毕竟谁愿意整天看到国产剧今天爆出海报抄袭，明天爆出道具抄袭呢？打的只会是我们自己的脸。炒作可以，但是要通过正当手段。如果内容足够丰富有趣，网友们肯定会买账，没有必要玩这些花手段。好剧就是好剧，不会因为不炒作就变成烂剧。
既然如此，何必费尽心思去给自己增加绯闻呢？不过操作归操作，最后这部剧的口碑和评分等还是要看成片质量。悬疑剧能不能吸引观众，开头是很重要的，毕竟是定基调的环节。而谁是凶手前2集节奏很快，叙事不拖沓。第1集铺垫，一开场就是高露饰演的受害者被坏人尾随入室杀害，没想到女神刚出场就领了盒饭，凶手黑衣蒙面，甚为嚣张，拿着古老的钟表放在倒在血泊里的被害人耳边，让其听着钟表指针声离世。说起这段剧情，难免让人内心发怵。而肖央饰演的警察因为害怕错失了手刃凶手的机会，失去了救人的时机，还连累同事被杀，一集死了2个人。案件清晰，节奏快，观众迫切想要知道这起连环杀人案的来龙去脉。海州案还未告破，其中又有1人死于谋杀，死者的死因和之前的海州案完全不同，这让剧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悬疑感陡增，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通过一起凶杀案，成功营造了惊险刺激的场面，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除了剧情给力外，谁是凶手前2集的质感也很好，很多细节我看第一遍时还没细想，但里面应该藏着不少线索，适合观众一边追剧一边猜猜谁是凶手。而针对这2集的内容，各位有着福尔摩斯般头脑的网友已经开始猜测凶手的身份了。第一个就是猜测海州案的报警人和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人，因为报警那人没有戴手套，而凶手是戴着白手套的。按剧里凶手那么心思细腻，连这么多起凶杀案中都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头发以及脚印的人来说，不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网友们猜测这报警人和凶手很可能不是同一人。第二则是这凶手很有可能是片头那个专给死者拍照的法医，因为这里边有2个重叠的信息，一是拍照，二是拍照的对象要笑，而且像那个年代，普通人要搞到激松药和麻醉药这些药物其实并不容易，但如果凶手是法医的话，那么就有些理所当然了。还有个凶手嫌疑人就是那个照相馆老板，因为在第1集片尾中那带血的信封，而这个带血的信封正是女学生小雨，很有可能就是年少时期的赵丽颖刚从照相馆里拿来的欣喜的照片，而且当时拿照片时明明是大白天，红色照相馆却大门紧闭，老板也没有露脸，这很不符合一家做生意的店该有的风格。这个情节似乎是在隐隐暗示红光照相馆的老板很可能就是冷小兵肖央和夏目董子健苦苦寻找的那个凶手。目前谁是凶手暂时难以猜测，但是有几条地方可以期待下：一、冷队未开枪杀死凶手，是第一次出勤紧张还是另有隐情？二、沈宇应该是认识凶手的，从他主动要求要一份报纸时可以看出。三、夏目因为心理阴影，后续的重案组查海州案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四、沈宇和凶手有点关系，而他又是心理医生，夏目有心理阴影，他们之间肯定会有较量，沈宇可能会利用自己身份之便替凶手刻意隐瞒什么。关于演员方面，董子健的眼神戏真的好绝，看了真的让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掉一地，或不屑，或不羁，或痛苦，或悔恨，或自责，或认真，种种复杂情绪被他演绎得很好。然而不仅仅是海报受争议，身为女主的赵丽颖也备受争议。然而更为尴尬的是，在播出的这2集中，身为女主的赵丽颖还没有出声，现却已经差评杯满身了。这么看来，似乎流量成为了原罪。只能说这次赵丽颖真的是躺着都中枪。5号才刚开播2集，赵丽颖的表现本来也应该成为一大看点，然而这次却备受争议。从未播到开播，谁是凶手多次陷入风波。开播日，谁是凶手收获了一波口碑大赞，网友却在某瓣为黑而黑地讨论起了赵丽颖台词不过关，演技够不上。小编觉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观众已经开始戴有色眼镜去看流量艺人，而对他们的作品早已失去了客观的评价，导致现在作品有任何不足的地方，网友都会直言这是流量艺人的错。但其实有不少艺
人不只有超高流量，也有很强的实力，还是应该更加客观的去看，哪怕是真的演得不好，也得看过之后再喷也不迟啊，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总的来说，《谁是凶手》开了个好头，导演叙事的能力不错，剧情交代清晰，悬疑感拉满，演员的演技可圈可点，豆瓣评分被5星刷屏了。只要后续剧情不拉垮，这部剧或许是今年口碑最好的悬疑剧之一。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